1998年的一天，在世界各国军火商的圈子里，突然传出了一则劲爆的消息：俄罗斯人将以$1的价格出售一艘前苏联时期的航母戈尔什科夫号。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哪怕是以出售废铁的价格购买一艘军舰，在当时也需要几千万美元，更何况是货真价实的航母呢？一时间，很多人甚至质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或者国家是爱贪小便宜的。在俄罗斯放出这个消息不久之后，印度国防部的采购官员便找到了莫斯科，表示想要购买戈尔什科夫号航母。在双方谈判的现场，印度国防部的专员非常爽快地向俄方支付了$1。然而，当印度方面付完钱以后，俄罗斯则突然对他们表示，这艘航母你们还不能走，因为我们还得修一修。早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就与印度展开了大规模的军火交易。在苏联卖给印度的武器里，除了常见的 AK-47，还包括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米格29战斗机。由于印度的宪法当中将自己的国家制度描绘为社会主义，所以当时苏联卖给印度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以半援助价的性质出售的。而且在印度说明了自己的困难以后，苏联还为印度提供了分期付款的服务。不得不说，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印度就从对苏的军火贸易中占到了不少便宜。就这样，几十年过去，印度从苏联人的手中买到了大量的武器，整个印度的军队里都充斥着苏式武器的影子。可是，就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印度便瞧准卢布飞速贬值的时机，将所有欠苏联的外债都一次性还清了。如此一来，新成立的俄罗斯政府相当于白白损失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这件事情让俄罗斯一直耿耿于怀，国际上的军火商们也看清楚了印度政府手鼠两端的真实面目。所以在印度再次提出要购买军火的时候，也只有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敢站出来接这个单。在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又发表了本国海军的发展计划，他们立志要将印度海军建设成为印度洋上的一支关键力量，对周围的其他小国形成一种军事威慑能力。但此时印度海军装备的2艘航空母舰都已经破旧不堪了，如果不换掉它们，那印度成为海军强国的目标就永远是一句口号。无奈之下，印度国防部派出了官员向世界各国求购航母。考虑到印度之前在军火贸易上的斑斑劣迹，没有人愿意将航母这么重要的武器卖给印度。就在印度人快要为此绝望的时候，莫斯科突然发出了一则消息，戈尔什科夫号航母即将以$1的价格出售。印度的官员们很快捕捉到了这条消息，他们觉得$1似乎在军火贸易中也吃不了什么亏，而且俄罗斯的军力足以与美国匹敌，售后也有保障。思来想去之下，印度国防部便向莫斯科伸出了橄榄枝。可就在印度支付完$1后，俄罗斯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艘航母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维修才能开走。印度代表瞬间感觉自己被骗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咨询了航母的维修价格。结果俄罗斯人告诉他，这艘航母的维修价格是$9亿，如果印度人不愿意花这笔钱，航母的动力系统就恢复不了。此时，印度人即将从俄罗斯购买航母的消息已经传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印度官方也迫不及待地想要一个结果，所以细细思量之后，印度认为就算花$9亿，只要把航母开回去，那也是赚了。不过，俄罗斯人这次也学得精明了一些，他们告诉印度方面，由于这笔钱全部都会被用来维修航母，所以印度人不能够分期付款，俄罗斯的工人们只有拿到了钱才好开工干活。无奈之下，印度只好先支付了$9亿，等着开工。眼看$9亿到手，负责推销航母的军火商看准时机，又开始向印度推销俄罗斯的航母舰载机米格29。如果印度人买回了航母却没有舰载机，这显然也是不太好看的。于是印度人咬了咬牙，又花了$4亿向俄罗斯订购了16架米格29舰载机。在签完这一系列的订单以后，印度政府就开始在国内的媒体上大肆炒作这艘还没有到手的新航母。为了让这艘航母更加符合印度人的审美习惯，提高印度民众的自豪感，印度政府决定将这艘航母命名为了维克拉玛蒂亚号。本来印度人以为自己交完了维修费用就可以等着收货了，可真的到了2008年要交货的时候，俄罗斯却又玩起了新花招。当印度的贸易代表前去查看航母的维修情况时，他们发现整个航母的内部依旧破破烂烂的，只有外表看上去像是新的一样。看到这一切的印度人立马恼羞成怒，质问起了一旁的俄罗斯代表。但俄罗斯人也早就料到了印度代表的反应，只见那位代表不慌不忙地对印度人解释道，因为我们的航母建造设备绝大多数都在乌克兰，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维修这艘航母，而且现在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也居高不下，原来支付的维修费用根本不够用啊。听了这些话，印度的贸易代表彻底傻眼了，他原本以为这一趟旅程的任务就是将印度人心目中的超级航母带回家，没想到现在俄罗斯人还要求再加一笔钱。虽然印度政府还想跟俄罗斯方面
还银还价，但俄罗斯这次的态度也很强硬，他们告诉印度，如果印度政府现在反悔了，双方可以撤销之前的采购合同，但那已经支付的13亿美元都已经被用于航母维修工作了，无法原数退还。印度人这下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原来俄罗斯人就是拿1美元做了一个噱头，引自己上钩啊。等到他们买下航母以后，俄罗斯方面再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向他们收费。无奈之下，印度官员们只好继续向俄罗斯询问航母后续维修的价格。俄罗斯先是向印度索要了6亿美元维修动力系统，而后他们又向印度人要了8亿美元，将这艘船上的所有设备全部都换了一次新。到了这个时候，印度人已经在这条航母上花了整整27亿美元了。印度人本以为自己这次来了一个大放血，应该可以顺利的拿到航母了，但是他们显然还是高估了俄罗斯人的维修水平。在这次大修即将完成的时候，这艘维克拉玛蒂亚号又出现了一次更加要命的意外事故。原来在这艘航母即将交货之前，俄罗斯人还非常负责的把航母开出去，来了一次试航。结果航母还没开出去多远，船上的8个锅炉就有7个直接报废了。眼看着这样的情况肯定是交不了货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俄罗斯人没有把航母修好导致的。但是如今交货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了，如果不再找点什么借口的话，那么日后俄罗斯在国际上就会非常难堪。经过俄罗斯专家组的判定，大家发现原来是戈尔什科夫号在设计的时候就有瑕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艘船的8个锅炉不能满负荷运转，否则船体就必然会发生爆炸，进而引发火灾。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俄罗斯的军火商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告诉印度政府自己还需要一笔费用来维修航母上的阻拦索。此时印度已经被俄罗斯弄得没了脾气，不管对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们都只能答应。于是俄罗斯人狮子大开口，向印度一口气要了3亿美元的维修费。其实大家都知道，换个阻拦索根本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但是此时的印度已经上了贼船，他们就好像一个深陷赌场的赌徒，不达到自己的目的绝不肯善罢甘休。2013年，这艘承载了印度国民自尊心的超级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终于被交付给了印度海军。在交付之前，俄罗斯人还不忘给印度人做出友情提示，这艘航母的动力有一点小问题，不能够满负荷运行，只能凑合着用。然而此时的印度人看到了航母就已经大喜过望了，哪里还听得进去俄罗斯人的劝告呢？在这艘航母被交付印度之后的这些年里，船上就问题频发。2019年4月26日，在印度海军进行一次例行训练的时候，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毫无征兆地燃起了熊熊大火。尽管印度海军的官兵尽力扑救，但是大火还是对航母的船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毁。而其实在此之前，这艘航母就已经发生过3次火灾了。而印度方面又没有维修航母的能力，只能将这艘航母开回到俄罗斯人的船厂里继续维修。所以在航母交付完成之后，印度人又来来回回向俄罗斯缴纳了20亿的维修费用。即便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印度人还是不打算让维克拉玛蒂亚号退役，因为这艘航母前前后后花了印度几十亿美金，如果印度人现在就让它退役了，就会对整支海军部队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人只能继续给俄罗斯人交学费了。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发生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所谓1美元买航母不过是套路。一个国家想实现真正的自强，必然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一支军队如果想要变得强大，则必须牢牢地将装备的制造技术抓在自己手里。任何将本国的强军目标寄托在装备进口和技术依赖上的想法，最后都只能被证明是一场荒唐的美梦。只有当一支军队掌握了尖端的装备科技，拥有了誓死为国的战士，才能将战火挡在国门之外。2023年6月21号，莫迪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在今天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当中，有无数印度裔的移民，印度人在世界发展中的角色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我身后的这位女士就是最好的证明。说着，莫迪便将他的目光看向了坐在他身后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国会内随即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不过莫迪的这番话显然只说对了一半，这些在国外取得巨大成就的印度人基本上都是上几代印度移民的后人。那么印度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移民国外呢？印度这个国家又是如何逼得各个阶层集体移民的呢？中文互联网上的网友们曾经将印度称为是穷人的地狱，这句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但却并不是无所根据的。在印度每年庞大的移民浪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贷款移民到国外的印度穷人。对于这些印度穷人来说，印度国内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他们宁可贷款移民，也绝不愿意留在自己的祖国。如今的印度虽然有着14亿人口，但有超过2/3的印度老百姓一直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以下。这些人大多没有什么傍身的本领，只能依靠着给人洗衣服、收垃圾等低附加值的工作来维持生活。
如果是在欧美国家，即便是家庭洗衣工这样的工作也有着不菲的收入，但印度偏偏又是一个人口大国，整个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人，所以印度穷人们的劳动报酬被压榨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一个普通的洗衣工人忙碌整整一天，最后的工资可能只有35元人民币。靠着这35元人民币，这些穷苦的印度洗衣工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贿赂自己的上司，否则他们很有可能连这点可怜的工资都拿不到手。而且印度社会当中始终充斥着一种由种姓制度带来的阶级歧视观念，大多数的印度底层民众都属于首陀罗甚至是达利特种姓。这两种种姓的印度人在社会当中几乎不会获得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将会在印度社会的压迫与歧视当中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期，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对底层百姓的压迫也很繁重，但底层的老百姓往往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印度人对教育的发展差异极大，为了保证资源始终被精英阶层垄断，每一届印度政府都会有意识地控制印度底层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比如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学往往采用的是最纯正的西式教学方式，那里的孩子不仅可以接受英语、法语、日语，甚至是汉语等多种外语在内的教育课程，但许多印度农村的孩子却连书本都买不起。对于印度政府和印度社会当中的精英阶层来说，穷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只是为了识字，一旦让他们接触到了更多的知识，他们的阶级意识就会觉醒，这对于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即便有一些印度社会的底层老百姓意识到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往往也没有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如果他们继续在印度生活下去，孩子们大概率还是会重复父母的命运。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穷人移民浪潮。这些来自印度底层社会的移民几乎涵盖了印度社会当中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而他们移民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摆脱贫穷的生活。在国外，这些印度工作移民的待遇往往不如本地居民，他们还会经常受到来自本地人的歧视。但对于这些印度移民来说，只要他们的付出能够让家人的生活产生一些积极的改变，那么自己做的一切就都值得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收获了全球无数观众的呐喊和掌声。为了粉饰太平，卡塔尔政府并没有大肆宣传这些为了世界杯牺牲的印度裔工人，就连印度政府自己控制的媒体也对这样的惨剧视而不见。唯一会为此事感到伤心的，也许就只有这些工人的家人了。对于印度的穷人来说，移民国外或许不会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留在印度，他们一定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因此，当印度底层平民选择移民国外的时候，他们大多数是已经被生活逼到了墙角，为了逃离印度这个穷人的地狱，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每年超过1800万的移民大军当中，除了印度底层平民之外，还有着许多在印度社会当中受人尊敬的富人和名人。按道理来说，印度精英阶层对底层平民的盘剥已经足够让印度的精英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他们大可以躺在穷人的劳动成果上享受生活。为什么这些印度的富人宁愿放弃国内优渥的生活，也要移民国外呢？难道西方诸国真的有这些富人割舍不下的东西吗？众所周知，印度在近代被英国统治了200多年的时间，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人不仅对印度社会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和商业投资，还在想尽办法笼络印度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当英国人来到印度展开殖民之后，那些先前在各个土邦里作威作福的王公贵族不但没有被英国人赶走，反而被授予了更加重大的权利。这些王公贵族被任命为英国殖民政府的本地官员，负责帮伦敦的英国内阁向本地的印度人征收税款。而作为回报，英国人也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享受近乎免费的英式教育。当然，在世界各地坏事干尽的英国人绝不会这么好心啊！他们让这些印度贵族子弟接受英式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将这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培养成精神西方人。由于印度自古以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长期统治印度的大一统政权，学校里的各个印度裔学生并不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反倒是英国人来了之后，很多人因为崇拜英伦文化而对英国人产生了认同感。在完成了对这些印度青少年的洗脑工作之后，英国人还会从中挑选出一些成绩优异的孩子，将他们全部送往伦敦接受进一步的殖民教育。后来帮助印度获得独立政治地位的尼赫鲁和甘地就是出生于印度精英阶层的政客，他们的父辈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担任高官，他们也在英国接受了一整套完整的教育。所以这些被印度人称为国家缔造者的政治人物，或许从骨子里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印度人。印度独立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就是让自己从一个区域经理升级为了 CEO。
从此以后，那些从印度底层人手中盘剥来的财富和物资，终于没有英国人从中赚取差价了。相比起印度的穷人花尽毕生积蓄移民国外的做法，印度的富人阶级则要聪明得多。他们会让孩子在英美等国出生，以便直接获得相应国家的公民身份。等自己在印度捞过钱之后，再跑到对应的国家投资获取公民身份。这样一来，印度富人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移民的目标。对于印度政府而言，每年海量的富人移民会使得国家的财富大大流失。因此，比起那些跑去海外打工的印度穷人，印度政府对富人的移民政策其实要更严格一些。从2010年开始，印度政府就逐渐完善了移民法规和相关的移民审批程序，严防印度境内的富人移民到国外去。可这一切也只是印度政府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印度的官僚的腐败是举世皆知的事情，即便是在许多印度电影当中，人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官员收受贿赂帮忙办事的场景。印度政府颁布的移民法规和审批政策虽然足够严格，但这些审批程序说到底还是需要基层的公务员去完成的。但印度政府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本就不高，还时常会被拖欠，这样的待遇不足以让基层公务员严格执行政府的命令。当移民手续遇到困难的时候，印度的富人们只需要直接给办事的公务员提供一些好处，所有的移民手续就可以一路绿灯的获得通过。印度政府颁布的移民法令在金钱攻势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白纸。而为了让自己的工作看起来没有那么敷衍，印度的公务员又会将一些穷人的移民申请给无情的驳回去，除非他们像富人一样行贿，否则他们的申请就不会获得通过。自印度的现任总理莫迪上任之后，他也确实采取过一系列的手段打击国内的富人阶层，照顾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可是多年以来，莫迪政府的这些政策却备受各路媒体诟病，似乎他的这些政策全部都起到了反效果，将自己和自己身边的阁僚彻底推向了印度人民的对立面。印度的移民闹剧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笑话，但其背后却是无数印度普通人的血泪史。毕竟对于普通的印度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好好生存下去，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也许印度社会所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有深度的社会革命，印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打倒了那些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实力阶级，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在此之前，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难。